你现在的手机充电瓦数是多少？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波。手机充电速度越来越快啊！除了绝对速度之外，其实充电这个大项目啊，还有很多外围体验。本期重点测评各家手机厂商的3个充电环节啊：息屏充电，也就是最快的速度，还有边看边充和边玩边充，来看看谁的综合体验更好。当然，机器不同啊，我们不可能统一瓦数啊，这个大家着重看自己关注的型号即可。本次我们集合了12台热门手机。数据又是极其爆棚的一期，大家记得3连一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本次测试我们分为2组啊，这个 A 组 iQOO 11 Pro 啊，红米 Note 12探索版和真我 GT Neo 5这3台啊，大家应该都懂的，他们算是专业选手啊，超过了200瓦的功率。B 组呢就是各家主流旗舰型号了啊，除了上面这些机器，我们这次还准备了一个特殊选手全程跟测，最后给你揭晓。第一个环节，息屏充电，看谁最快啊！注意啊，为了避免一些机器虚满的情况啊，我们统计的是涓流结束之后完全充满的时间，这前台100%的时间。你可以在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随时随地查看啊。环境温我们设定的就是数据库标准的25摄氏度啊。实测结果啊，这 A 组3位肯定是遥遥领先啊。真我以10分25秒的成绩率先完成，这红米和 iQOO 紧随其后。时间上 iQOO 要略逊一点点啊，其中最为激进的是真我，峰值功率一度飙到了213瓦，刷牙洗脸的功夫就直接从关机干到满电了，有点巅峰博尔特跑100米的感觉。B 组中 vivo 表现不错，用时34分钟，当然也有表现相对差一些的啊，比如说荣耀完全充满用时84分钟，它的电池容量确实要更大啊，但是大旗舰这个速度着实有些慢了。最新版本中66瓦的功率实测最高只有36瓦啊，不仅在本次测试中国产品牌啊纸面数据最低，峰值功率也是最低的啊，向国际大厂看齐。别忘了我们还有个特殊选手啊，在这一轮它用时21分01秒，表现也算抢眼了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些手机电池容量各不相同，这百分比呢只作为一个参考啊，我们也做了单位分钟充入电量的统计图啊，给大家打出来啊，数据库小程序里面也都有啊。不过这个对于大众用户来说，实际参考意义并不大啊。需要的话，你可以自行暂停查看。如果你经常忘记晚上充电啊，早上起来需要快速补电，谁的紧急回血能力更强呢？我们又加了一个10分钟的专项测试，从1%开始充电啊，计入前台百分比。A 组的红米真我依旧发挥稳定啊，10分钟之后前台显示100%，iQOO88%。底大一击压死人这句话用在充电规格上也没错，后面基本一样啊。B 组 Find X6 Pro 100瓦跑在了前面啊，5分钟充入29%，10分钟充入51%，也挺快的了。现在估计能做到充电5分钟，通话4小时了。除了三星、苹果，其他选手也没有拉开很大差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5000毫安时容量相同的情况下啊，功率上小米13 Ultra 的90瓦只比 OPPO 这边低了10瓦，结果10分钟的快速补血环节却相差了16%，具体点说是相差了1.47瓦时。我们的特殊选手10分钟充入70%啊，仅次于200瓦级别的存在。现在大家可以盲猜一波是哪台机了。接下来咱们给大家上点压力啊，第2大环节边充边看半个小时。为了更加贴合大众的使用场景，在这个环节我们又给分成了2个子环节，你注意听一下啊。第一个就是你 B 站播放长视频，第2个就是刷短视频。一开始我们以为看个视频，这又不是重度的打游戏和充电关系大吗？结果还真有翻车的型号。先问你个问题，平时你会选择手机剩余多少电量的时候开始进行充电呢？多少？大家可以评论弹幕。我们在内部做了一个小调查啊，工作室的小伙伴基本上都是在20%的时候，也就是手机提示低电量的时候开始进行充电。为了这个环节，我们是费了老鼻子劲儿啊，要把12台手机的电量先都消耗到20%，因为之前那环节都给它充满了嘛。我们就开闪光灯、录视频，加上小窗打原神，想尽了各种办法耗电，3个人折腾了快1天啊！记得点波赞。首先是 B 站长视频啊 ，A 组依旧保持着专业水准啊，边看边充环节，iQOO拔得头筹啊，电池容量最大啊，20分25秒就前台显示100%了。红米4300毫安时的电池，22分钟15秒充满，半小时结束啊。真我相对差些意思啊，它的电池容量和 iQOO 只差了100毫安时，但是它半小时只充到了92%。B 组这边 OPPO 半小时充到96%啊，这个着实把小弟的240瓦按在地上摩擦了。vivo 这边干到了87%，华为半小时充到69%。荣耀这个环节相对较差啊，连苹果都比它快啊。珠海小三星、魅族啊，最终电量62%，南韩小魅族、三星啊，最终65%啊，算是相互致敬。小米90瓦最终就到了
63%。我们的特殊选手一鸣惊人啊，在第19分钟的时候就显示100%电量了，直接跑到了第1名。估计这时候有人知道他是谁了。相对于 B 站长视频，这手机一动不动啊，这刷短视频各种预加载啊，其实它的负载要更大一些。这次我们统一首页随机每30秒刷一次，再加上跳过直播的方式来测试。A 组 iQOO 依然是最快的啊，边刷边充19分钟又充满了。红米20分12秒第二，真我29分45秒充到100%，它瓦数是最快的啊，但是时间也确实最久。B 组这边一直表现不好的苹果和三星，这次终于追上来了，半小时结束分别充到了63%和62%，只有 vivo 和华为比它俩更快。荣耀以55%的成绩在第2组垫底，小米以58%的微弱优势排在倒数第2，发挥十分稳定啊。特殊选手边刷边充啊，用时18分23秒充满啊，又冲到了第1名。这里弹幕估计都该飞型号了啊，就是红魔8 Pro Plus 165瓦充电功率，虽然没到200瓦，但是它自带散热风扇，这功率调度自然十分激进。接下来就是重头戏，很多游戏爱好者关注的环节啊。第3个边玩边充，跟第2个环节统一啊，我们还是从20%开始，边充边原神跑图。由于 A 组3位选手都是200瓦级别，上个厕所的时间都能充满电了啊，着实没必要边玩边充。所以这儿咱们就直接看 B 组，先上最猛的红魔啊，半小时原神平均率59.1啊，在这种场景下都能接近买真啊，顶这个字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。同时它的充电峰值功率也达到了103瓦，即便是最低的情况下也有25瓦啊，10分钟充入35%的电量，半小时充入82%，这么猛的表现，代价当然就是离谱的温度啊，它一度狂飙到了50摄氏度以上。咱们的耀哥在这个环节平均率51.6啊，从20%开始充5分钟之后，一根电都没有充进去啊，直到第10分钟才充入1%的电啊。查看功率发现，荣耀全程都把功率限制在了4到8瓦之间，这基本就是原神自己的功耗啊，难怪充不进去啊。当然这样做有好处啊，就是温度比较低，最高44.7啊，算是比较能够接受的。除了2个极端，表现相对均衡的是 OPPO 啊，平均55帧啊，游戏体验也比较流畅啊，功率控制也比较稳，在前18秒就跑到了23瓦，随后直到测试结束一直可以稳定在15瓦，体现在电量百分比上，半小时充入29%。这个环节苹果的表现也很苹果，这5分钟充入6%啊，但从7分钟开始啊就降亮度了，从数据库测试标准的350尼特直接降到了150尼特，而且我虽然降亮度，但是我温度还高啊，48.3摄氏度啊，最终充入了15%的电量。这个环节内部综合了一下啊，感觉绿场表现还是不错的。当然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啊，这边充边玩虽然方便，但是一发热实际游戏体验还是挺差的啊，帧率也不稳啊，不建议大家这样做。平时大家出游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充电器跟手机啊、pad 啊或者笔记本啊不适配的情况，充了半天也没多少电。这期3大环节结束之后，我们又加了一个0.5小环节啊，专门给大家测试了一下各家 PD 协议的兼容情况，结果让人意外啊，最后只有小厂魅族做的最好，它的功率最高啊，用我们手里的几个充电器峰值都能达到58瓦左右。这红魔的表现也不错啊，差不多都可以达到50瓦的水平，其他各家基本都是18瓦左右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测试的PD 充电头品牌不够多。协议兼容性这个问题其实是个老生常谈了，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知道啊，在2021年啊，国家通信院和华美 OA 就联合推出了UFCS 融合快充协议，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不同品牌之间充电协议不兼容的问题。但是经过了近2年的发展啊，各家的适配情况还都比较差。目前能买到的兼容 UFCS 协议的充电头啊，本身都很少。我们找了一下，专门买了一个啊，结果实测的情况很失望啊，绝大部分的手机都不兼容。希望各家能够积极适配一下，这一点确实很提升用户体验啊！随手拿个充电器啊，就是快充。OK 啊，本期数据量爆炸啊，各种大环节、子环节12台，你觉得谁的综合充电体验最适合你？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波，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嘛。一句话总结，到了200瓦这个级别啊，大家差别都不大了啊。但是主流旗舰瓦数没这么高啊，就花样百出了。其实这次最意想不到的应该是小米和荣耀啊，小米这边90瓦的综合表现啊，有点对不起这个功率数字啊。荣耀的这个66瓦，这峰值确实太低了啊，调度也太不激进了，很多时候几乎和三星、苹果一个水平，甚至有些项目还不如啊。外挂选手红魔呢，边玩边充确实很强啊，毕竟是偏科的游戏手机嘛。本期这10几台机器价格、功率、容量都不同啊，大家各取所需。OK，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，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本期掉了2111根头发，更多的精彩大概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不过的以后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